们回到中国啊，已经有2周多一些的时间啊，一切都很好。但是最近有2个新闻让我们都感到非常不舒服。女性主义，对，你可能没有想到，就是女性主义这个话题，让我们也在回想大马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是什么。王太从小长到现在，作为女性，她的成长环境中有感受到了哪些不公和歧视呢？我们怎样看待女性主义的视角，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冷门的话题。王太最近发生了哪2个事情让你感到特别的不舒服啊？急着要跟我分享，而且你感觉舆论也不对，怎么能够这样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演员，中国的不太知名、不太大火的女演员啊，可能是属于淹没在人群当中，就是你在路上你不一定会认出她的。她有一次在长沙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她的这个室内餐厅里面旁边的邻桌的男士在抽烟，那她就上前去制止这个男士抽烟，没想到这个男士就直接不听劝，然后这个女演员拿出手机想把这个过程拍摄下来，可能是想要发到自己的微博上面去宣传说室内禁烟。但这个男士显然就是被这样的一个行为所激怒了，就直接站起来抢夺这个女演员的手机，并且直接把她的这个烟头啊就扔在了女演员的饭碗里面啊！而且这个事情没有完，他还没有得到支持，因为他把警察叫过来之后，警察居然说什么？警察居然说这个室内抽烟并不是法律禁止的，然后这件事情既不能够处理，也不能够带回什么警局去问话之类的，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嘛。女演员就把这样一段这个经历啊，文字啊，加上她当时用手机拍摄的这个画面，传到网上去，结果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一个轩然大波吧。显然他想得到舆论的支持，让大家都看一看，没有想到照我的想法，90%的人应该要支持他，对吧？你作为一个女性，然后又是制止别人吸烟，都是对的呀。但是情况是怎样呢？情况至少我看到的是，这个女演员迫于社会压力，最后把这条微博直接就删除了。她迫于什么样的压力？大家怎样评论呢？下面都是各种谩骂啊，谩骂她，说她矫情啊，说她见人就是矫情啊，就这种话很多啊。哇，这个真的是想象不到。就是说，就是当然可能烟民的身份会这边说怎么抽烟了，碍着你了，吸着你了，就是惹着你了。国家法律都没规定要在室内不能够抽烟，你凭什么来管我啊？就是这样的话非常的多所以我想这个事情不单单关乎吸烟和它的法律啊，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如果是一个男演员，对吧？他在室内去制止一个正在吃饭的女性，然后她得到了粗暴的对待，发到网上，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舆论的情形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对假设再进行分析了。所以因此这个事情可以看到对女性的不公，整个社会尤其是男性烟民，成年的烟民占这么大的比例，他们对女性的不公舆论的发生，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思考。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更让你愤怒了，是吧？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也关注一段时间的，有一个在2年时间内遭到这个老公16次严重家暴，并且是使得她全身的2个肾脏，就多个脏器因为长期的暴力殴打已经坏死，她的肾脏其中一个肾脏已经坏死了，另外一个肾脏现在是属于衰竭的状态。这个女性经过16次的家暴之后，现在身上留有很多的这个伤疤，最长的一条有40几公分，而且她已经丧失了这个大小便的这个能力，必须要终身携带这个外挂式的尿袋和粪袋度日。然后这么严重的这个暴力事件，终于现在迎来了这个判决这个丈夫施暴的这个丈夫是要坐牢11年。然后现在因为已经在这个拘留的过程当中折抵刑期是9年之后，她就会出狱了。然后这个女士在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她就崩溃大哭嘛。她说这也就意味着我的生命就是只有9年了，我还只能活9年。因为这个丈夫是暴力成性，而且是因为他们这个离婚是一个拉锯战，然后法院也是没有判决他们2个离婚。在这个过程当中，丈夫也是威胁她说你把我搞成这个样子，我将来一定会搞死你嘛。你当时跟我就是复述这个事情，我的内心是很
是很难受的，就有一些胃被抽紧的这种就像看到新闻上有哪里发生了灾害啊，有这种感受，因为确实她作为女性如此无助，生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并且我可以想象在中国这个环境中，除非我不是跟你讲他们就赶快逃离，不然他怎样才能够得到帮助呢？在他的过程中，你好像说过，他不单单找过法院，找过公安局，对吧？还找过很多人，我们的国家机关，什么妇女联合会、妇联这种都找了，媒体还有什么街道，但他得到什么回应呢？离婚离不掉，然后就是立案，然后包括立案之后，刑事立案之后的抓捕，她的老公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哦，天哪，可以想象她付出了多大的事情，然后她会认为自己活不到9年，就是因为丈夫的刑期，而且身体也已经被打的这个很差了，是吧？对啊，支离破碎，真的是一切都是这样的。那同样的，我又要追问舆论啊对她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大家有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切？我想很多的，我看到这件事情转发的大部分是女性博主，大家都为这件事情感到愤慨，并且谴责我们国家这个传统的说叫劝和不劝离的这种很奇怪的这样一个拉郎配的文化。这也是他之前离不到的一个原因。对啊，对啊，法院都不判，他们说他们感情没有破裂，还不准离婚，你知道吗？法院都这样判。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国家还推出了一个叫离婚冷静期嘛，这样一个概念，使得离婚的这个问题更加难解决，所以很多女性博主在转发的时候就是呼吁啊，这个离婚冷静期应该取消，尤其是在双方的婚姻过程当中有家庭暴力的这样的因素的情况下就不应该有。然后第二个大家女性博主很愤慨的就是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判决结果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外地的电视台上面就做了一档这个节目的所谓的这个讨论，当时请的2位主持人，一个是律师，另外一个好像2个人都是律师，2个人都是男性。在解读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竟然是全程是面带这个笑容，而且是谈笑风生，给我们广大女性指明了方向，是说女性朋友们，你们要在这个案件当中要自己深刻这个学习，然后要进行多多的反思，并且呢，他们就是认为这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中国另外还有一句古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嘛。对，今天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叫家务事，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它比较严重啊，已经涉及到这个刑案的这个范畴了。这个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网友说我们2位男性不能够感同身受。其实呢，我们今天之所以请到这位律师呢，更多的是想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啊，能够让大家在这个义愤填膺的同时呢，也保持一份这个理智。毕竟呢，咱们是生活在一个这个法治的这个就各种的语言上面，让人都觉得我们女性都觉得非常的不适啊。什么叫做你对一个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的这个女性的一方，我们女性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反思。我反思什么？我是要逆来顺受吗？你是这个意思吗？叫我反思这个吗？然后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在一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过程当中认定男方是家暴，并且已经是触犯法律，是以故意伤害罪判刑11年的这个，你还要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在试图和什么样子的稀泥？是，这个让我也是，我其实也是非常愤怒的。我通常不会这样去评判一个人，我总觉得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不全的。但是当你告诉我，然后我也看了这个短视频的播报之后，我突然就真的是感觉，就是你首先要做一个人嘛，就是我是感觉这2个人非常缺乏人味，因为你无论如何，你看到这个事情给予这样的一个女性恰当的关心，然后你自己也不会感同身受，人都有同理心，难道就不会感到很难受吗？这个就是让我感到，尤其他们是法律从业者，家务事也要断啊。他有没有想过他是电视台请来的媒体，他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啊。这样就传播出去，让我也是感到非常非常非常愤怒的。好，由此啊，我们就想到女性啊，她整个在成长过程中，这样是受到很多的压抑和不公的。这点我作为男性也可以做一些补充。那我们从小在中国生长的环境是怎样呢？王太，你有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件啊？就感到女性不太受到公平的待遇啊？我倒是 honest speaking， 我是觉醒的比较晚吧。就我感觉最大的不舒服是来自于我跟你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提醒我说，你在外面要多给你面子，她说多给你老公面子，你要顺着他。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凭什么？难道他错了我也要顺着他吗？
就是讲话，他说你讲话你要多让着他一点，所以那一刻是让我感觉说这个世界是爱男的，就是喜欢男人。就是一个女的都要委屈她自己的立场，或者说是一个讲话的方式，去为了成全这个男人，然后让他有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其实如果再回想的话，我的学生时代，我记得初中，女性我们开始发育了，身体发育就开始来月经了嘛。我发现我们班级的男生就会以这个班级谁谁谁来月经了这件事情作为公然取笑的方式，甚至有的男同学会擅自翻女孩子的书包，把我们的卫生棉拿出来，然后在这个班级里面示众，扔来扔去，对吧？我前面在问你，我说你们以前有也有的，对，我特别想要先强调一下，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我觉得这一点和在马来西亚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你不戴上这个眼镜，你不戴上女性主义的这个眼镜，是很难看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所以在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很多，因为你非常关注女性主义啊，我就开始回想，我就发现确实男性啊是被过度的就 overweight 了，你知道吗？怎么一个比方说从小我们念的这种谚语叫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女子汉臭豆腐。就这种话一直有的，就在幼儿园到小学的时候，我就记得大家在重复这些话，言语当中其实就是对女性的轻蔑嘛。对，那你说到这个，就是说你是大丈夫，然后导致另外一个叫臭豆腐。对，而且我记得以前我们的班主任啊，就是我的班主任全是女老师，班主任经常在我们大庭广众之下就会说，你们女的啊，现在就是你的初一初二就是12、13岁的年龄，你的成绩比男的好，没有用的，你们女的没有用的，你们到了大概初2、初3的时候，男的都会追上来的。是的，是的，我也记得这一些啊。那我们聊这个是因为你希望我作为这个男性主播也可以关注下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我真的戴上这个眼镜，我就看到了更多的事实。我们且不去聊那些很大的南宁啊，就 man's gaze 啊，然后那种什么女性平权那种非常宏大的问题。你刚讲的初中这个事情，就这么小的事情，在我们学校也有的，是吗？我记得在我读初中 OK， 那就是1996年，然后到1999年中间，我很记得当时呢，很多女同学可能都已经发育了嘛，那他们因为特殊的生理状况或怎样，他们的体育课跟我们是分开上的，其中有一阵子，就是一部分女生去上这个体育课了，男生留在教室里，他们在干嘛？我就看到了有调皮的男生把女生的这个卫生巾从书包当中翻出来，有一个最调皮的男生还把它打开，像弹钢琴一样在上面沾沾的在那边弹。然后很恶心，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大家对女性的这种歧视啊，对她们身材、她们发育过程中产生的变化是这个是有的，确实是有的。我相信作为女性肯定会感到羞耻感的，因为在这个压抑的环境当中，这也是与大马不同的。我还是放在待会儿来说。我这个讲的，那从我这个角度的事实是这样补充的。对，你有呼应吗？对啊，我还想到就是就是引发我想起来很多男同事，有的时候我们以前混熟了之后，他们在我们面前就是谈论那种对于一些女明星啊或者一些女同事啊身材上面的这种讨论啊，什么前凸后翘这种，就是会非常细节化，并不遮掩。我就在想，我们女的跟女的在一起，我们很少会这个样子去讲一个男的，特别是性器官的这种评头论足的描述，我们是真的不会有。但是你们男的好像讲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遮掩。是，这个是我们男的不对。对，但我觉得一方面啊，全球都是这样子，然后但是整个文明是在进步的，我们要见贤思齐。待会儿还是要看看马来西亚是怎样的。我觉得光看马来西亚就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你还记得我们看另外一个比较女性向的主播小维，他那个频道里面就讲过 Friends， 应该90年代拍的片子里面，他说里面那个男主人 Joey，他就在客厅里面就看着 porn， 对吧？都没什么事情。但是那个女的就那个叫谁 Rachel 对 Rachel 看的那些言情小说就要被这个男主人公给吃笑嘛。对所以大家确实有很大的差异。不过现在文明早就不是这样子了，反而是太左了。那我们如果不进步的话是不行。你看马来西亚我就觉得就很好，因为我们在群里面聊，让我都很诧异，我都已经41岁了，然后我们两个地方文化又没差这么大，
他们就是说谈到生理期啊，谈到什么卫生棉啊，就毫无那种不和谐的感觉，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就大家可以很正常的谈论这个事情。至少我觉得在中国的环境中，在当下，在我们的这个年龄段成熟度里面啊，还是做不到的。可见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氛围啊，差异是很大的。那老师，我觉得我在马来西亚，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男士啊，他们的绅士风度体现在对于家庭生活的深度参与。你看我们认识的一些这个马来西亚都是很爱妻子的，这个是一个是爱妻子，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朋友他们出门都是跟太太就是比较亲密的一些肢体动作，手牵着手这个样子的，这个是很多的。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说他们在育儿的过程中，他是真的在出力的。就比如讲说一块来喝咖啡的时候，他们会有意的让妻子去享受咖啡时间，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照管2个孩子。还有就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是比较小的这种婴儿，男士会抱着孩子，或者说时时处处就是注意太太要走到什么地方去给他开门啊，给他让路啊，就是包括他们也会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陪女儿玩，让那个太太能够睡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好像这一代的我们看到30岁到40岁左右的这个男士，对于这个家庭这个育儿责任的分担是非常多的，而对比我们自己同龄的这些这个朋友们，男士经常就是缺席的，完全缺席这个我可以来讲啊，就我在频道开播不久的时候，我其实在那个社区帖 community post 里边，我就发过一个帖，我说你们家里带小孩子的是谁嘛？爸妈妈一起，妈妈单独还是爸爸单独？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是妈妈占多数，不过在我们看到的情形，这么多人交流下来，我觉得还是要比中国好得多。在中国不信啊，大家如果身边有中国朋友，或者您就是我们的同胞就是中国人的话，你可以回想一下，在身边是不是爸爸有这样的情况，玩手机游戏，玩电脑游戏啊，平时工作很忙啊，回来呢就只负责接送，没有深度，不要说深度了，没有中度参与到小孩的教育啊、价值观的灌输啊、家庭日常生活之中，有这样的情况吗？大家是否同意？就会知道了。大家可以一起来 comment。对，这又要提醒我了。我生孩子的时候，当时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妈当时的反应就是说，你反正在家里面休产假嘛，晚上应该你来带小孩。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半夜里面3-4个小时就要出来喂奶嘛，但是因为当时我们俩都定好了嘛，我是白天照管小孩，你回来上班之后晚上喂奶是你来弄的嘛，我妈就会跟我说你不能这样她还要回去，第二天她要上班的。我说那我白天在家已经上了1天的班带娃，晚上应该我休息了，那她应该来接着带。所以我觉得我们2个可能算是我们整个家族里面这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例子，就是你是深度半夜里面带娃，我们就是爱男爱到什么地步，我们自己的女性长辈都会跟自己的女儿说，你晚上不要让你的老公来带，他第二天要上班的。他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男性就是很理所当然的去推卸这样一个带娃的重任啊。这个我们从两国啊，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组建家庭啊、养育小孩啊、成长的环境当中啊，给大家做了一些补充。那最终呢，我想要说的是女性主义的这个视角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王太，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女性主义呢？我在意女性主义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我儿子那个时候，我主要是2个时期让我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也曾经长期认为所谓的女性主义就是追求男女平等，但是男女平等是什么的内涵我是不知道的。我是儿子大概9岁的时候，我们一块读什么样子的一本书，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好像对女性的关怀精神挺好，你是女权主义吗？他说我不是女权主义，我是女性主义。我说那代表什么？他说女性主义就是男的可以做的事情女的也可以做。我说这是男女平等吗？他说也不是。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就一直在思考，我没有想明白说什么叫男的能做的事情女的也能做。然后什么叫男的事情女的也能做呢？所以我其实一直没有想明白。直到2年之后，我在工作上面，我去访谈一位我很喜欢的一个法律的前辈，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在法律行业里面女性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我们女性是不是应该追求一些男女平等？他的回答是说，他
他也是上海人，他说我从小生长在上海，我从来没有觉得说男女有什么不平等，因为我们女性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和男性一样的这样一个地位，我们能够得到很多的工作权利，这个包括甚至在家庭生活当中，上海男人也是所谓的模范丈夫，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歧视。所以我觉得说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视角来说的话，首先是女性她自己不要觉得自己是低男人一等的，比如说我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我要给男人的面子，在外面我就要把自己的声音灭掉 mute 掉，对吧？还有是在家里面承担的一些这个家庭的事务，就 naturally 我就应该是女的来做的，男的不应该插手的，男的回来就应该去休息的，这个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女的可以做一切想要做的事情，就包括说她想有什么样子生活，她可以自己去争取，她可以选择她的这个生活方式，而不是说她的生活是依附在一个男人的成功上面的。我可以来说一下我的视角，因为作为一个男的，为什么我也要觉得？为什么呢？我甚至于觉得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个工具，是我很好用的一种视角，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思想支撑力之一。怎么说？一方面啊，就是我觉得女性主义啊，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听过的一个讲动物伦理的一个讲座嘛，一套讲座，对，我们3个人一起听的。就很有意思，他给我的启发能够沿用到这里，迁移过来。动物伦理啊，他讲的并不是说 OK 你听完了你知道动物有多惨，那我们接下来不吃肉了，他不是这样讲的，人是多傲慢，而是为了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对这个近几百年来在欧洲开始诞生的这样的一个思潮。所以对我来讲，女性主义是更好的要去摒除男性中心主义，是多了一重新的视角。就我也不是觉得一定要追求一定要只在于追求男女平等，一定要的，因为它一定要通过这个形式才能够凸显出女性主义，然后你才能拥有女性主义视角。而实际应用来说，我觉得女性身上，当我去欣赏女性的时候，我就真的发现女性有很多优点是男性较难具备的。 For example， 你从同伴的身上，比如说从你的身上，从我以前那些下属身上，我哪怕跟他们聚会，我就能学到东西。就你看女性通常是怎样，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然后呢对美好的生活有不懈的追求，有不怯于表露出来，并且有不懈的追求。比如说你好了，我们从来马来西亚之前2年多以前，你就觉得不舒服，而我的视角，那看男性也不是说只是傲慢霸权，而是可能是一种 OK， 那再忍忍吧，没事的，对吧？在疫情封控的时候，在小孩受到学校不公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让他锻炼一下了，我们不要去冲撞老师啊，对吧？我也承认过我的这些问题，包括说疫情当中对不舒适的容忍。但后来我改变了，我就发现从女性身上我们会学会更好的关爱自己。你再到你讲就可以，那我们要改变到马来西亚，这也给了我勇气，这就是女性主义视角给我的勇气。尤其在我们生长的集体主义环境之中，让我感到要更加在乎自己，在乎小我。而这种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甚至于我们都目前感到我们的想法是很孤独的，身边人其实都不是这样想的，要拼命的压抑自己，成就集体，压抑这个小我来成就大我，都变成这样了。所以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你比如说我跟我们的同事聚会，哪怕他们会讲什么最近有那种什么磁吸的睫毛啦，又多了一个什么手机支架更好玩啦，哪里吃饭很便宜啦，我觉得也很好啊。虽然听上去婆婆妈妈的，但我不是在听这个，我是觉得你看同样是科技企业，那些男生不管赚多少钱，邋里邋遢的，不在乎家庭，没有做人基本的那种人情味和有趣，一个人不有趣就不值得深交我从他们身上我就觉得说他们在追求美好的生活。我听一听那我也大概知道说上海现在消费的变化是怎样的，他们怎样觉得说我完全投入工作没有什么意思，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在追求什么，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和汲取的东西，这也是女性主义视角对我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作用。就是我跟你讲，你就提醒我了。以前我在工作职场上面经常得到一些所谓的赞美，是说你一点都不像女的。其实他们潜台词就是你比较 bossy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男性更好。
但是你是不是就想到另外一个潜台词，就是当女性她抛弃这个女性长久以来，或者说社会 perceive 你应该达到那种 adorable 顺从温柔，你破除这个形象之后，一方面我是在职场上面就是势如破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只要像男性，你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决断力，你勇于去承担一些责任，然后讲话很直接的话，像男性的表那种特征表露出来的话，其实你就是可以给自己自我赋能。但是人家在说，哎，你一点都不像你一点都不像女的，其实背后又会对你的这个缺失的女性的这一部分的温柔，这一部分的顺从，又是一个潜台词的一个打击。不同意。对对对，但我从职场当中啊，我们公司以前挺怪的，其实是科技公司，但是慢慢后来高管当中女性越来越多，我从他们身上，我还是觉得真的有很多男性不具备的特点。就我刚刚还没讲完的一个点，就他们的敏感，就他分析事情更多的从自己的感受，从团队成员的所需要的一些人所需要的事情，从客户身上的一些明显的情绪的反馈，他们会更加细腻，他对未来的感知好像也更加准确。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就是虽然别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但把它包合起来，有可能才会是个更好的一个结果。这都是对我的启发。OK， 我们讲了从小受到的各种对女性的不公与马来西亚的区别，女性主义视角啊，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男性博主的频道，生活在大马的中国人希望来讲这个啊？王太为什么特别关注女性主义？最后呢，我觉得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啊！你看，我想呼吁一下马来西亚，真的非常谴责啊，就是这些对女性的倒行逆施，而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非常非常无助的。也没有任何，也不是说没有任何吧，也鲜有一些社会组织主流的声音可以去帮助他们。我们就是还挺希望为他们发声的，来表达一种哪怕是精神上的声援。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自己作为女性可能要多一份自省，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所谓的受害者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又赋予了男性特别的一些权利，比如说我们父母的这一辈的很多的有的女性长辈，她身为女性，她会去打压自己的这个儿媳妇去追求这个她喜欢的事业。对，我觉得这个上面我们是不是我也会去想一想，我是不是也给予了无形当中所谓的男性的红利。我觉得这才是更高意义上的 girls help girls。 对啊，是破除这些既有的不正确的规范，才是 girls help girls， 并不是只是物质和精神上的简单帮助。OK， 挺好的。